领克07 EMP 改款了。虽然前2天我们试过了领克10 EMP， 而且我心里是铁了心要把家里那台老的07做置换了，但其实领克07这款车还是挺适合很多年轻人作为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款车的。来，今儿带大家看看改款都有哪些变化。外观新增加了2种新的配色，一种呢是我身边这台极光银，而另外一种可能更适合女生一点啊，叫做离光紫。跟现款领克07相比啊，前后保险杠的造型都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后保险杠，现在看上去视觉冲击力强了好多，那种运动范儿变得更足了。外后视镜和后面的尾灯下边也都增加了组合驾驶辅助开启时候可以点亮的小蓝灯。更重要的变化，在车顶全系标配激光雷达，而且会搭载2种不同的组合驾驶辅助方案，一种呢是千里浩瀚 H5，而更高级别的也许会在顶配车型上啊，会用到700 TOPS 的索尔芯片，而组合驾驶辅助方案也会是更高级的千里浩瀚 H7。我看了半天就觉得这门板好像跟我家那台07有哪儿不一样似的，想明白了，一个是这门板上的皮质包裹呀，增加了一些缝线，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扬声器的金属盖板好像变成拉丝儿的了，是显得比那老07要更高级了一点啊！还有这个，虽然这车用的还是无框车门，但是前排的车玻璃啊也升级成了双层夹胶玻璃，那车里的静谧性肯定也得到升级了呀。坐车里试试。车里面的布局就很熟悉了，简直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啊！毕竟是1年前的新设计，倒是也没什么大改的必要。不过仔细看还是会发现一些变化，比如说因为车顶增加了激光雷达，所以之前的天窗变成了现在这样一块全景天幕，没办法打开了。虽然因为轿车受制于车高的问题，它没有设计电动的遮阳帘，但是我刚才也专门问过了，好像买车的时候会随车赠送一个手动的遮阳帘。还有一点变化呢，就是肉眼可见的啊，车顶前后排这4个天空扬声器，其实改款之前也有4个扬声器，只不过呢，之前是设计在了 B 柱上面的位置，很集中，而现在这4个扬声器的布局啊，更分散也更合理。当然，它的7.1.4声道的环绕立体声音响效果也就更出色了。还有一点我最关心的升级啊，弗莱米 Auto 2车机系统的升级，来大家一块看看。首先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它这次新增加的这些动态壁纸，这小动物一个比一个可爱，肯定特别讨小朋友们的喜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很酷的，比如说这个花儿，据说这个花儿啊，它是会随着你车电量的变化去打开和闭合的。等有机会充电的时候可以看看效果。还有这个壁纸，它的光影啊是会随着你车的速度和转弯的方向去变化的。矢量效果，这可太厉害了。还有这个，这是最有意思的，这个字儿可以拆开，也可以聚合，而且这些字你也可以自定义，写自己的名字啊，或者写点什么你想喜欢的，都可以。再有就是它的 AI 功能，这次也得到了大幅的升级啊！相信现在大家对 AI 都很熟悉了，问问路啊，帮你规划一下行程啊，或者让它帮你生成一些壁纸之类的。而且壁纸生成之后啊，你还可以直接把它设置成你的桌面。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在你设置完壁纸之后，整个前面的氛围灯的颜色啊，主题都跟着壁纸一块变化了。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功能啊，现在无界互联里边增加了一个有线连接，连点啥好呢？游戏机呀，可以直接投屏玩了，而且不光可以投屏到中控屏，你甚至还可以把你的游戏画面投屏到我面前这块大大的 HUD 抬头显示上，不用歪头就能玩游戏了。而且因为车机的芯片从之前的龙鹰换到了8295，所以现在所有刚才那些功能的操作都非常的丝滑流畅。现在界面也有一些升级，除了这种小卡片，你看界面上还增加了中卡片的功能。另外啊，像这种比如音乐的卡片，也可以快速的滑到边栏以外，这样在你导航的时候就完全不会影响你的视觉。因为这次改款呢，车身的尺寸没有变化，所以后排的乘坐空间、后备箱的储物空间跟之前都还是一样的。
而在乘坐舒适性方面啊，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依然是一应俱全。不过在今天这台车上，后排座椅就没有再看到加热、通风、按摩的这些功能了。当然了，我相信这次改款之后的领克07应该也能给到我们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定价。至于改款之后的动力、续航、驾驶体验呢，有变化，但现在他们不让说，马上就有试驾了，大家再等一下吧啊！